强哥，是不是？今晚，甚至从头到尾，你可能都看不到我们一眼。整个过程，只能靠你自己了。没关系，虽然我看不见你们，但是我心里清楚，你们一定在我身后。答应我，一定要小心。还记得约定的曲子吗？我去拿琴拉一遍给你听。不用了，我去中山买粮的时候，你来送我，拉的就是那首，我还记得。一路平安，是那首。一旦我拉响约定的曲目，那么我上一个停留过的地点，往后50米的对面，就是我哥告诉我真正的地点。乔小姐上一个停留的地方是花园道的咖啡馆，按照之前的约定，得从咖啡馆倒过去50米的街对面，那就应该是日本海军俱乐部。已经查过了，那里原来是一家孤儿院，香格伦先后就被日本人侵占了，现在改为他们的海军俱乐部。哪家孤儿院？圣约翰教会附属的仁爱孤儿院。我记得那天是圣诞节，我第一次看到神父和某某，吓坏了，我就躲到了夹壁墙里。他修在圣母像的后面，而开关竟然是圣母的鞋子。我纯粹是误打误撞，我不知道怎么的我就钻了进去。夹壁墙，没错，这种防匪防盗的假壁墙极其隐秘，一般人根本发现不了，所以乔仁宇先生才把印钞纸藏在了那个地方。地方是找到了，但是已经变成日本人的海军俱乐部了，2大卡车的东西，怎么往外运？乔先生藏东西的时候，也没有想到日本人这么无耻，连孤儿院都占。这下还真不好下手啊。喂，好，知道了。根据佛手同志发来的紧急指令，由我们游击队配合澳门，完成这次至关重要的掩护任务。下面宣布命令：欧新同志到，你率领水上支队前往澳门附近海域，随时待命。是。龙海山同志到，你负责潜入澳门，在指定的公用电话亭待命，在接到电话指令以后，立即通知他们，随时行动。是。万琪，哎，万琪，嫂子，饭送来了。强哥，嫂子给咱送饭了，里边请。待会儿关吧。好。嫂子，又送这么多，我一个人也吃不完。做戏做全套，
你们营号门口这特务队的人哪天不是来多转几圈呀？万一被发现怎么办？你订的戒指做好了，顺便给你取过来了。哎，谢谢嫂子。看看怎么样？我这一忙，什么都麻烦你。什么时候求婚？再说吧，现在实在顾不上这些。你们这些男人呀，天天有大事要办，谁还顾得了自家的事儿啊？哎，嫂子，仔仔今天过生日。对，今天过生日，也不知道阿贤他能不能回来。放心，我保证，贤哥一定能平平安安的回来陪孩子过生日。将軍、見つかりました。どうした？ 1920年クイーンズカレッジの学籍簿です。チャオレンユの両親はすでに亡くなっており、彼の後見には西洋羽協会のブラウン神父だと記載されております。なんだと？だがチャオレンたちが子供時代を振り返ってた時、両親の話をしてたはずだぞ。彼ら兄弟は口裏を合わせているだけです。そのようにしたのは話の中に隠見用紙の秘密が隠されているからです。香港の全ての教会の聖職者は現在スタンレー収容所に拘束されています。西洋羽協会の者の即時尋問を申請します。よし。はい。我们接到火警报警，请立即疏散全部人员，请立即疏散全部人员。我哋接到火警报警，请即刻疏散全部人员，即刻疏散全部人员。谁是这里的负责人？喂，我的是，我是俱乐部经理，这什么情况？煤气管道泄漏引起了爆炸，城里的管道全都连在一起了。照目前的火势，很可能会引发更大的爆炸。需要怎么配合？疏散所有的人群，设立警戒线，300米之内禁止任何人跨境。皆さん、まもなく爆発します。早く進んでください。人员注意，立刻撤离，立刻撤离！快！还有什么？将軍、調査しました。チャオレンユ兄弟は幼い頃から西洋羽協会の恋愛個人に引き取られていました。クリスマスに両親と家で過ごしていたというのは嘘です。派2个弟兄在门口放哨，让后面的弟兄把火弄得大一些，别让日本人回来了。大家记住了，进去之后找一座圣母像，夹壁墙的机关就在那儿。走。チャオレンユの話が暗示しているのは個人のある隠された場所に違いありません。その個人はどこに？花園通りです。西洋羽協。もしもし。もしもし。どうした？あ？電量が足ります。通話距離を維持できなくなっています。早く行け！你哋去樓上，你哋去樓下。樓上揾到聖母仲冇機關啊！樓下冇揾到，繼續揾。仔仔，火油啊，快！如果这一批印钞纸落入到了日本人的手里，日本人会借此一举摧毁我们最后的家底。那个夹壁墙，它修在圣母像的后面，而开关竟然是圣母的鞋子。
前面就是澳门海域了。那是什么？是船！快熄火！警察，快熄火！发射照明弹！快蹲下！二位兄弟，开船。不好，万奇这是想引开他们。在那边。在那边，往那边划。给我打！同志们，准备战斗！致广大市民，由于无法继续使用港地，为保证澳门金融业有序运行，澳葡政府将于近日发行新澳门币。嫂子，小冯，阿昌怎么样了？嫂子，吃点东西吧。别喝了。今天来是阿贤托我带一样东西给你，这是首批签发的澳门币。阿贤说，没有玛丽，就没有他的面试。李婉，上次的事，一直想向你，向乔先生，好好道个歉。不用了。如果你还是无法原谅，我也理解。你不需要道歉，无论是对我还是对我哥。其实，一直是我自己想不通。我心里真正过不去的，不是你向我撒了谎，而是我哥。你哥？嗯。当我知道了，我哥在配合你们的计划，甚至他为了这个计划，不惜牺牲掉他自己。这才是让我难以接受的。之前我把气撒在你身上，不愿意见你，
其实是不用接受这个答案了。那天我见到我哥，我突然明白了，我哥不是我以为的那个胆小怕事的人。我一直担心你会经受不住打击，但没想到经历了乔先生的牺牲，你还是能这么勇敢，这么沉着，这么冷静。因为我身上肩负着我哥托付的责任，也可能是因为我哥始终是那个最看重我、最相信我、对我抱有最大期待的人。跟我心中的在乎的兄妹缘分相比，我哥是把私情化为了大爱的了不起的人。唯有大爱，方成大义。乔先生，真的是让人佩服。其实不止我哥，你也是啊。我？如果说过去我对这一点还感受不深，甚至对你还有过误解的话，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贤哥，对于你过去还有现在所做的一切，我也只会为你骄傲。